情，我拿你当心腹，你不能老放马后炮啊！在残酷的征战和权力倾轧中，古代帝王和贵族为保性命无虞，常常秘密使用替身，替身也被称为影子。影子从黑暗中来，又走向黑暗，他们舍命效主，出生入死，但从来都不为人知，庞佛从未存在过。这个关于影子的故事要从沛国大都督子瑜说起。一日，沛国主公沛良听闻大都督子瑜私自前往晋州给燕国将领杨仓贺寿一事，便命人宣其觐见。子瑜告诉沛良，自己是去索要被燕国霸占10数年的晋州城的。两人约定不日在晋州城下单独决斗，沛良却表示两国是联盟国家，这样做无异于宣战，君臣之间剑拔弩张，想来嫌隙已深。杨仓是名声赫赫的战神，沛良宁可永远不收复晋州，也不愿坏了联盟，于是便决定将自己的妹妹清平嫁给杨仓的儿子杨平，以此求得片刻安生。此事并未告知清平，沛良便命鲁爱卿择日前往晋州提亲。草包帝王被其演绎得淋漓尽致。彼时，都督夫人小爱回到府邸，穿过层叠的水墨屏风和冗长的密道，眼前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子瑜，一个形容枯槁骨瘦如柴，一个面如冠玉身形健硕。两人正是真正的子瑜和其培养多年的影子。1年前和杨仓一战后，子瑜负伤，反复发作的刀伤让他体态大变，相貌衰老，于是便启用了影子为他行走在朝堂和战场，自己则运筹帷幄之中。为了兴他弟为自己所用，子瑜称自己找到了晋州走失的母亲，并已将其妥善安置，只需打赢这场仗，他们就能母子团聚。翌日，晋州按照子瑜指示，在朝堂之上因私自宣战一事自请降罪。沛良念其劳苦功高，免去斩首之罪，革职收印降为白身。晋州准备离开时，沛良突然发难，将其拦下，言语中提起了子瑜身中杨仓刀一事，并拿来药膏想要亲自为其上药。待看到晋州身上的伤口后，又怒而质问其为什么是新伤。晋州急中生智，谎称旧伤已经痊愈，是自己动手添了新伤，只为告诫自己只要1日不收复晋州，自己的伤就1日不能痊愈。夜里，小爱将此事禀告子瑜，称晋州应对有加，子瑜却阴恻恻地说自己做的伤不可能被识破，沛良是在使诈。他显然已经对自己起了疑心，决然大怒，让他记住自己的身份，做好自己的事，不要胡思乱想，坏他大业。沛良对书法颇有研究，也喜好聚集众臣观看自己笔走龙蛇。这时心腹鲁大人急急闯入大殿，禀告沛良、杨仓父子同意和亲，但燕国国君念杨仓父子守城有功，早已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杨平，军令难违。但见沛国有此诚意，杨平提议愿纳清平为妾，也算两全其美。那什么是真的？你说什么是真的？这桩婚事本就是下嫁，杨平竟还要让一国公主做妾，这无疑是奇耻大辱。众臣闻言议论纷纷，没成想沛良竟然觉得此法可行。一旁的清平愤怒掀桌，以田战为首的子瑜一党更是纷纷请战要出兵晋州，将狂妄的杨氏父子碎尸万端。沛良打断众人，表示如果再有人妄言收复晋州斩立决。其他人迫于威压噤了声，只有田战直言进谏，称如果就这样一直卑躬屈膝下去，江山迟早要断送在沛良手里。沛良大怒，当即下令将田战贬为庶民。田战没有丝毫惧意，马上自己动手扔掉官帽，脱掉官袍，离开时怒骂沛良庸主。沛良恼怒至极，挽起弓就朝着田战射出一箭，可惜却射偏在田战脚下。接着他又马上张弓搭箭，这次清平却挡在了田战面前，然后快步上前推开沛良，捡起地上鲁大人带回来的信物匕首，让他回复杨平自己答应下嫁。晋州杨家演武场，杨仓正和儿子杨平过招，见杨平大有进步，杨仓十分欣慰，两人聊起了目前沛国的形势。杨仓认为长公主收下信物愿意做妾有些蹊跷，杨平不以为意，表示沛良罢免2员大将已是元气大伤，更何况燕国还有安插在沛国的耳目，沛国这个关头定然掀不起什么风浪。杨仓闻言表示同意，便决定将3万精兵调往支援燕国主攻，只留800用作守城。晋州城易守难攻，况且他自信无人能破他手中之刀，800兵足矣。与此同时，子瑜这边仍未找到破刀之法招式，但男女授受不亲，更何况还是在人家丈夫眼前，晋州不知该如何是好。子瑜又再度催促，他只能道一声多有得罪，然后握住了小爱的手，和她紧贴在一起。两人再度对上子瑜，身轻如燕，以柔克刚，成功打掉了子瑜手中的木棍。沛散散法终于破了杨仓刀法。子瑜激动之余，心底对于小爱和晋州的关系有了猜忌，但这散法也只能撑过3合。在子瑜的大计中，晋州只是个诱饵罢了，之后是生是死就要看他的造化了。子瑜命晋州带来了田战，向他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将自己暗藏的100个死囚交给他，让他学会杨仓刀的破解之法，成为这群诡谲之人的领袖。等他收复疆土后，就取而代之成为沛国新王。
并承诺让田战做大都督。田战一直为子瑜马首是瞻，自然甘愿追随。与此同时，看似风流癫狂的草包帝王佩良，实则成竹在胸。在他的计划中，子瑜和杨仓鹬蚌相争，自己则坐收渔利。大战在即，靖州深知自己根本没机会能赢。小爱问他为什么明知结果却不逃走，靖州直言自己没有离开是因为他。原来两人心里都很在意对方，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将这份心意宣之于口。靖州在这里的最后一夜，二人还是没能按耐住冲动，春宵一度。这一幕也被疑心很重、一直暗中观察的子瑜看到。以前的约定只为分高下，若再来，可要讲生死了。翌日，靖州单枪匹马约战杨仓，杨仓也信守承诺，只身迎战。连天中，队伍里还有不知何时混进来的长公主清平。这群人用最快的速度进入城中，人人手持佩伞，一边前进一边防守。得到消息的杨平顾不得杨仓这边，随即带人杀回城中，双方短兵相接。与此同时，靖州这边也成功在杨仓刀下挺过3合。为了尽可能拖延时间，靖州站起身示意杨仓再来。杨仓见靖州坚持，便不再多言，两人再次缠斗在一起。伞已经残破不堪，眼看杨平的大刀就要朝着他斩下，田战大步上前挡了下来，随后将杨平打倒在地。杨平找到机会拿起地上的刀扎进了田战后背，田战吃痛倒地。清平见状举起佩伞冲了上去，杨平也抽刀迎了上来，一记拖刀重伤清平。清平倒在大雨中，杨平好奇她一个女人为什么要来此送命。清平反问他为什么要欺负自己，杨平这才仓得知儿子身死后心思大乱，靖州趁机将其反杀。至此，靖州城破。劫后余生的靖州凭着记忆找到母亲的住所，没成想母亲已经死于非命。几个黑衣人杀出要将靖州斩草除根。千钧一发之际，另一伙戴着面具的人冲了进来，他们称自己是奉佩良之命前来救他。眼下看来，想杀靖州的是子瑜，救下他的则是佩良，取代子瑜，从此听命于自己。计划按佩良的设想顺利进行，除了妹妹清平，本是权宜之计，没成想却让自己唯一的亲人送了命。庆功宴上，佩良让众臣退下，只留靖州小爱和鲁大人。佩良亲手了解了被杨仓收买的鲁大人，然后和靖州提及自己有个比收复靖州更迫切的愿望，那就是除掉一手遮天的权臣子瑜。随后表示让靖州代替子瑜，从权臣变成对自己俯首称臣。说话间，一个戴面具的侍卫端着盒子走了进来。佩良大喜，不难猜到盒子里应该装的是子瑜的人头。悬在头上的这把剑终于被拿下，佩良应声倒地，面具之下竟是子瑜的脸。子瑜拔出剑，随后跪地咳嗽。他称自己已经时日无多，这辈子一直深陷权谋漩涡，希望靖州能带着小爱离开这片是非之地。一番话说的情真意切，靖州差点信了。他背对着子瑜，在他提剑想要杀死自己时，先结果了对方，然后将面具戴回子瑜脸上，把佩良拖到他身边，最后再把剑插回佩良的身体，剑柄放在了子瑜手里。靖州在小爱惊恐的眼神中做完这一切，然后提着剑走出殿门，向众位臣子宣布主公被贼人刺杀身亡，自己已将逆贼当场处死。最后王位落于谁手，我们不得而知。小爱又透过门缝看到了怎样一番景象，我们也不得而知。也许是另一个故事，或者是故事的再一次反转。